好，欢迎再回到2025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的现场直播。大专男子组最终的冠军决战将是由健行科大来面对台湾艺术大学。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千伟成以及我身旁的许志超教练陪同各位来欣赏比赛。教练你好。伟成好，大家晚安。教练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这个双方来说呢，尤其是健行，我们在前场比赛不断的聊，就说从分组一路打到了最终的男子的4强，其实走起来是跌跌撞撞，但现在呢有点谷底反弹了，杀进到了最终的冠军战。他们面对的台艺大这场赛事，你觉得胜负的关键会出在哪？越调越好。那当然，我看到这几天啊，哇，健行科大的11号175公分的潘伟杰啊，平均得分4场来到30分以上，靠着也不能说一己之力哈，新的3剑客有1号的王鼎钧，11号的潘伟杰，还有大概我看一下蔡学峰、周宏。廖本谦2号的廖本谦哈，当然以前他们的学长刘承勋毕业之后，大家看谁扛起来这个责任。那短时间这几场看起来就是这3位得分哦，那当然还有夏游杰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新兴的球员，也是1年级，毕业于新北市的锦和高中啊。对，这个球员打球的节奏也是相当的舒服哦。其实这2所学校呢，在 UBA 大专的历史上面呢，都有拿下过冠军的记录。对。那当然，近年来呢，大概就被3所学校给垄断了啦。除了政治大学之外，就是健行科大，再来可能就是世新了。那对于健行来讲，方才这个许志浩教练呢跟我们提到，就说在这个陈勋毕业了之后，其实他们还毕业了另外一名2号位的选手是徐宏伟。那少了这2名选手，其实对于健行科大来讲，尤其是在他们进攻端上呢，基本上大概少了30-40分。当然，因为刘承勋以前在健行科大的话，我们知道他的远投进阶或是球权啊，都是从他这里发动的。所以他一毕业之后，我想其他人就要，我想刘梦竹教练相当的有经验哦，也在这边教练团看到，昨天他们有坐在这边，今天我就开玩笑说，你看你昨天一没坐那边就赢球，你今天是也坐到对面了。他今天在开玩笑，学长，我今天一样先不坐。对，今天没有坐在这边啊，难怪刚才在明星赛的时候呢，刘梦竹教练可以在场上上场这么久的时间。刘梦竹教练也是后卫建长啊，广西国小。他有一个纪录，伟成你知道吗？张小燕主持的周末派他是第一个上周末派的篮球员。你说梦主吗？当然，小学4年级，我们外号小学的时候叫小金刚啊。哇，在广西国小。超哥这样讲起来，听起来是醋味满满。不会，不是醋味，因为刚好广西国小在我家，因为我是读竹林小学，在广西国小100公尺，而且你们都是这个学长学弟嘛，都是永中的嘛，都永和的，还有燕兴书啊、陈志忠对，以前的永和国中啊，也是永和帮啊，产出了非常多厉害的球员，其实包括了我记得欧阳、杨哲仪、李伯伦都是，杨一峰好，在我们公共的时阵呢，场上介绍球员的桥段呢也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待会呢，同样还是要来这个邀请贵宾呢来到我们场中央来进行开球。好，这是台北市体育局的游竹平游局长。游竹平局长啊，相当的支持哈。我们在高中组的时候，他也是来到莅临现场开球，并且整场都看完了。哇，整场看完的长官不多。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通常都真的不多。对，都是说有要事在身，可是看了一节就是看了半场。对。所以我们看到，可以游局长啊，真的相当的投入。是，这真的是要给予实质的肯定。对。3、2、1，请开球。好球，掌声鼓励一下。那么这场比赛在开球的仪式结束之后呢，哇，烟硝味非常浓厚，新复发登峰造极的大专组冠军之战，待会就要正式枪响开战。不过在开赛之前，大家还是先礼后兵一下啊，先照个团体照。我们也可以看到何卓飞以前的体育组长，现在佛光大学校长，也是我们下一届这边新复发登峰造极中华两岸促进会的理事长也来到现场。对。我还是要非常不管，当然第一个是要感谢主办方了，那主要的赞助厂商以及协办厂商，就是真是要感谢他们的这些大力的支持以及帮助。
能够让登峰造极的青年篮球117赛每一年呢都可以有，我觉得规模是越来越棒，越来越棒。没错，那这也让这个不管是南部、北部的球员呢，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比赛环境。画面上是看到呢双方所派出来的先发名单，刚才超哥呢所点到的潘伟杰呢，当然也在践行这边的先发名单当中。王威霞、徐汤琪、潘成瑞峰、范志尧以及菲尼克斯呢，这边则是台艺大呢所排出来的先发五虎。菲尼克斯这几天也是相当的平均哈，现在也是比赛前曾经也找到小葛教练讨论，问他的近况。我问小葛教练说，小葛他到底是在场上什么东西比较强？2分、3分、抄截、篮板。超哥，小葛回句他现在中文比较强。我说好，我们有机会要访问他，用中文来访问。你不要给我制造难题。小葛是这样讲。不过这个菲尼克斯呢是来自澳洲的选手。刚来的时候，其实3年前我们看都还好，就觉得因为我直接讲了，因为以肤色来看，我们大部分都比较怕黑的打篮球都比较怕黑的，是看到白的就比较没有那么 power， 没有那么够。那现在越打越稳定，是一位团队型的选手，是像塞尔维亚这种团队型的，真的不要这样子。现在我的球队里面也有一个白的。马克思马克思不错马克思很积极，马克思其实算红种人吧？马克思应该算红种人。好的，对，应该算红种人。马克思湖北科大。好，这场比赛要正式的开战了。徐堂琪昨天也是在左膝自己快攻的时候自己小撇了一下，今天还是可以上场对，膝盖左膝这边做了一个包扎。对，超哥你也知道我很久没有转播了，那这也是我在近期内可能为数不多的转播机会，能够跟你在转播里面大吹够也是蛮开心的。没有几个可以搭配。前几天的，因为其他太年轻，前几天有听不懂你讲什么 ，BJ 秉进就可以接得上。哎呦，3分外线第一次的出手就顺利的命中。对，其他的主播不一定接得上来。菲尼克斯有远投3分的命中。好，这边也是上篮绕了一圈，球没进。廖本谦也是现在践行的箭头之一啊。再次的出手，哇！现在一开始呢，所有的这个数据呢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犯规是吹在15号的曾慕轩啊。昨天最后这边就是王维祥在50几秒，大概是50几秒连得8分了，所以昨天给他一个，因为我们新复发登峰造极有转播啊，他可以 copy 起来，自己 Q 一个影片，威翔time是50几秒8分，真的，威翔time，相当稳定好，连拿了5分，对，菲尼克斯，而且在得分之后呢，全场2-1的防守，对。中间要站一个有没有？好，喊了一个1号的战术。我来一个双挡他就现双挡。右侧面对菲尼克斯的防守，底角 corner， 后仰的出手力量轻了。史密斯的防守篮板，哇，犯规喽！史密斯呢，也已经跟践行科大呢配合了非常长的时间了。今年也已经大4了，身高在205公分，也是越打越好。对，就之前跟梦竹在聊，他这个也是从白纸一张开始练起啊，一路练到大4，其实就有点像过去超哥所带的班霸一样，刚来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慢慢一步一步的练起来。对。他们至少基本的条件摆在那边哇，潘伟杰这几天的第一次 air ball， 第一次，不然他的平均30分以上，很准啊。对，那就代表今天其实两边这个防守呢都强度都还不错，而且是连打5天的比赛啊。是，
又是冠军赛肯定是强度非常的强。对，这种连打几天的比赛啊，我们的选手呢，从国高中就开始训练，应该是扛得下来没问题。廖本谦的后仰跳投2分拿到，菲尼克斯第2次的3分出手。看手潘玮杰都不给他拿球了，要出手喽。还有9秒钟，好，史密斯中距离没进。打手犯规徐唐奇可以有2罚的机会。徐唐奇也是大赛的学长了，身高190公分。那在昨日的比赛呢，83比79，击败台艺大，击败了黎明了，那才惊险的呢进入到了这个男子组的冠军决战。那表现最好的2位选手是威翔攻下了21分，那菲尼克斯则是个将近30分的得分啊，29分4篮板。徐唐奇是毕业于桃园的北科复工啊。6比2，台艺大还是有着4分领先。对，徐唐奇2罚1中。大卫的掩护，哇，周宏文厉害。其实空档并没有真的完全出来啊，这就是靠自己能力所投进的3分球。这种都有对到位，这难度都很高啊。翻球没错哈。1分差，这是男子组的冠军决战，大专男子组。喊了一个 special 好，墙边转移到底角 ，pump fake， 这是一个3分外线的空档，郑补轩没投进。直接扛进去，这也是不太讲理的打法，但2分能够放进去最重要。徐唐奇本来的爆发力就很好，也是直升机系列的，全身都是肌肉，体能相当的充沛啊。出手的潘玮杰没错，歪了，还在寻找手感。他前几天的3分命中率加起来都有40%以上，是。好球啊，菲尼克斯哇，最后用一个左手啊。放球闪掉了史密斯的封阻。对，潘玮杰呢，在现在目前为止，他的场均得分是超过30分的。这场比赛之前非常可怕。对，目前昨天以前我是评为他是男子组的 MVP。每一场球真的不管对到谁，这的确是相当的恐怖啊！而且只有175公分。可是今天马上第1节还没打到5分钟，潘玮杰就下去做一个体能调整哦，是不是真的累了？黄鼎钧上来，哎呀，想要去做 motion 切传，但是队友跑的一个往上，一个对对，再沟通一下啊。得分真的有点低迷哈，建行科大只得到5分而已。漂亮的 high low 配合，徐唐奇在这场赛事啊也是相当的抢眼啊，所有的得分都集中在菲尼克斯以及徐唐奇的身上，这是12比5的攻势。建行感觉啊，在半场的系统进攻上面呢，制造不出特别好的机会，所以每一次的出手都比较艰辛。而这一次呢，就算史密斯呢在靠近篮筐的附近位置拿到球，也有2到3米的球员在伺候他。好，但不论如何呢，建行也撑到了 TV timeout，目前5比12，
双方7分的差距。7分的落后，建行科大在这个男子组的冠军战啊，第一节可以说是出师不利。到目前为止呢，攻防两端上啊，并没有让我们想起过往呢这个尤其在进攻端上跑轰行云流水的建行科大。尤其比较特别的是，现在11号的潘伟杰已经下去哈。好，史密斯，哇，这个底线球开得够漂亮。暂停回来，马上就能够有收到效果。对，超球成功，夏友杰来喽！哇 ，good pass， 可惜啊，这球还是被火锅给一巴掌盖了下来。3打3，4打3。篮底下面对史密斯，换成左手挑战没有成功。哇，史密斯这球居然没有投啊！史密斯是差一个助攻大三元吗？没有，超哥这才第一节啊，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有点太过于客气了。全场最高的球员哈，这边夏友杰，1年级而已哈，这个传球跟运球的节奏相当好。对。我们钱总经理可以注意一下，夏友杰，大一也是夏天的夏，哥才大一啊，要注意，先注意啊，先接触，长期布局。对，现在毕业就来不及，现在都要育成系统这样。夏天的夏，现在篮球界应该只有一个夏天的夏球，以前我们那年代还有一个夏凯伟。哇，这我就真的没听过了。高雄励志。好，第一罚顺利的罚进。锦和国中，我也是觉得有他才能保住8强，他是很重要的 X 因子。新北市的锦和国中锦和高中了，不是锦和国中。身高175公分，大一的新鲜人。那这一次的比赛啊，其实各所学校呢都。我觉得以战养战呢，也利用这个赛事呢，慢慢的想要把这1年级的新生赶快防守的强度也很好，对，赶快练成即战力。空中第一时间的配合 ，nice play， 第2度的 high low 的组合，台艺航空啊，哇，这就好难哎，正面接空中转身啊，自己上楼廖本谦，没错，对。真的也是靠着一己之力。廖本谦是大3的学长啊，在今年呢，尤其是这个刘承勋离开学校了之后，他必须得扛起这个责任。哇，台艺航空，现在第一节啊，才在第一航下这个起降，待会2、3、4节可能就要往其他的航下呢来航行了。加法也把握住，对，换人了，换人进球可以换人。好，在加码球进之后呢，下去休息，同时再让周慕轩回到场上。哎呀，这个要扣不扣的
这个枪放的有点大。黄尚明太客气了。对，哎呦，毕业于松山高中的黄尚明啊，是从台湾师大转过来这里。今天还是前3次的出手都没有人命中哈，还是没有。第3次的出手，他的脚真有力啊，非常有力，非常有力啊，非常有力。机器战警，全身都是肌肉。他也是可以原地起降的，我跟你讲。嗯。姚伟杰、陈木轩左侧压低重心，换成左手。哎呀，两边都想要扣，都没扣进。今天徐唐琪真的把这场比赛呢当成他的这个伸展台了，不断的走秀，攻下了11分。我以为你要讲选秀测试赛哦，选秀测试赛应该会打得更凶一点。20比12。哇，所以这是不是也代表今年的这个 UBA 的大专篮球联赛新赛季有可能会进入到战国时代啊？因为过往来说，就是说可能前2、前3名大概固定那些都固定这些，但现在可能这个2、3、4名之间的竞争呢会相当激烈。画面上看到的是高景伟啊，也是毕业于建行科大，目前效力于这个云豹啊，这个桃园永丰云豹。那也先签了合约，更重要的是第一份出来的这个薪资啊，以及新闻呢，马上呢就是回归到他过往花莲的地方，对，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错，自己捐了300万，球团也再加码哦，所以非常的不容易啊。尤其以高景伟的身材，我没骗你哦，伟成，我跟你聊，高景伟的身材又瘦又小，对，真的是爆发力也没有很好。可是你就是守不住。但是我对于高景伟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在高中的时候呢，面对应该是在松山杯吧，他一个人一节好像就干了快20分。有啊，对，有哇，很猛，而且他是替补上来，对，替补上来，我记得非常，因为他那时候搭配了阿吉，他们还打替补，林俊杰那时候还在。还有高承恩那些，全部都是他算学弟。今天其实台一的防守是做得不错的。好，底线一个空档机会把握住，黄鼎钧也首开纪录哈，本场的第1个3分球。好，直接秀出来。昨天的韦翔探今天还没得分哦。这就是以小打大 mismatch 呢，对，是吸引到了犯规。追在菊承哲的身上。双方在个人、团队犯规的控制上呢，都还蛮节制的。又再来执行一次的王威翔，好球啊！拆弹成功。对，夏焕宏的中距离啊，当然是来自于队友王威翔的助攻。第2次的3分出手又命中后，王鼎钧非常。我觉得简单的战术啦，其实就是一个回传，出手空档不大，但是把握度很高。好，这里是赔上了犯规，王鼎钧。目前王鼎钧呢是2个3分弹攻下了6分，已经是全队最高了。蓝队的第4犯。好，台艺大这边呢，在第1节的剩下54秒钟的时刻呢，喊出了暂停。
在昨日的比赛进行了100比91啊，是击败了政治大学。这对于健行来说啊，也算是虽然只是不能说练习赛啦，但这并不是这个 UBA 大专的正式赛事。但能够从政大的手中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啊，我觉得对健行来讲也是一个强心针。没错哈，因为毕竟这几年呢，能够杀到小巨蛋的冠军赛里面呢。频频中箭落马，这也是健行啊，包括到刘梦竹总教练这几年呢，在带队上面呢，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以及这个吃力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本土球员都差不多了哈，那差的是外籍球员哦。因为健行科大的外籍球员比较没有那么的跟我们的本土没有搭配的那么的适当的时机啊。对。超哥都学会我讲话这种会修饰的说法了啊！哇，要注意时间，只剩5秒钟了。对，微翔太，哇，真的也是再度的拆弹，今天的首度得分啊！哇，守一次攻一次哦，两边都有各攻一次的机会哦。哇，犯规！对，这是团队的第4犯。但因为如果是想要利用犯规来冻结对方的时间的话，这个犯规的位置啊，跟时间点的掌握有点太早了。这就是年轻球员的经验哈。哇，场上瞬间出现了弹珠台。阴错阳差的情况下，篮板球最后在台艺大的手上，他们掌握最后第一节最后一波的进攻。左边杀进去，交到队友的手上，哨声响，球进算 and one。王维翔中间的突破哈，找到了空手跟进的黄尚明啊！哇，黄尚明在得分之后呢，也秀了他的肌肉。黄尚明其实在信义国中就非常有名哦，也是我们赖信宏教练的得意门生啊。是在今年呢，信义国中啊，也是在国中的甲组联赛当中呢，大杀四方。加罚一次哦，进攻时间剩中场时间1.5秒而已哦。第一节的最后1.5秒钟，这边黄尚明呢要来执行加罚，也顺利的罚进。但是不是要做一个长传哦？哇，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时间到了。对，好，那么在第一个10分钟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哇，台艺大单节攻下了27分，所以带着9分的领先，待会要进入到第2节的比赛，休息一下。好，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健行科大以及台湾艺术大学呢，在
大专男子组的冠军赛里面啊，第一节打完，健行科大呢目前有着9分的落后。那么在第一节的比赛里面啊，如果从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台湾艺术大学呢，不管是在防守的篮板、助攻的数量上面呢，都是优于他们的对手。哇，最主要落后的分数啊，我是觉得潘伟杰还没找到准心哦。那今天在第一节的比赛里面呢，台艺大3次的出手都没有人把握住。台艺大是有着更多的这个2分球的攻击啊，所以他们2分球的团队的命中率高达了71.4%，相当高哦。很快的，廖本谦又在罚球线附近的中距离要到分数。好，吸引到了犯规。得分之后，廖本谦也赔上了个人的第1犯。边线开了一个电梯门。就是一路从左边走到底呀、哇，还是走进去了。菲尼克斯哦，相当的实在哦。好，最后一个找到了史密斯，球进算。我真的觉得史密斯可以再强势一点哦，因为毕竟他有这么大的身材，他第一时间投没进，应该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抓到进攻篮板。所以他在内线抓到球的时候，我要是他，我绝对支持他攻击篮筐。对，因为好不容易你才传进去，你干嘛又要传出来？真的要传进去干嘛？他传进去，他投不进，他可以抓到进攻篮板，他那么大的身材。对。史密斯自序侧这边有来到205公分哦，将近100公斤啊。好球，黄尚明。对，黄尚明，这个未来的发展性呢，也应该蛮值得期待。190公分的这种锋线球员，国中其实是他就打这么高，就打到23号了。对。而且他的看起来的节奏的控制很棒。而且他也是属于3D 的选手哦，他进攻防守其实都会，不会说很贪功，打球相当合理。双方纠缠在一起，裁判老师给了哨声，开到篮底下，面对许良吉的防守，球再回出来。2个人的包夹，今天哎呦，这是净算加罚，因为我刚被遮到廖本谦啊！哇，其实今天的台艺大，我觉得在协防上面事实上是做得不错的，但这球很可惜啊，只能说真的是让廖本谦自己一个人啊去解决掉2个人的包夹防守，没错哈。有一个净算加罚的机会啊！而且你发现，就是台艺大面的球员啊，不管是内线还是锋线，面对史密斯的防守，他们都还蛮敢打的。还能够勾射，天哪，他还有什么不会的吗？进攻手段也相当多哈。对。前总经理，这个可以注意了吧？这个应该不是1年级，可以，他有吸引到我的目光，我必须得说，我有感受得到。对。啊，还好，两边没受伤就好。就像你以前你爸爸看我高中打球一样啊，对，高中就有发现过，眼睛就亮了，你就死不来。
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多限制，没有办法。是，哎呦，我那个时候早过2次，哇，这个有点危险。很认真哦，进攻防守都是相当的哈手哦。漂亮，好球啊 ！Good pass， 哇，这应该是今日的目前的最佳好球。犯规，连我都鼓掌了。哦，这个一定要剪进 highlight 里面，太漂亮了。马上慢动作就来咯，看一下。主要是前面呢、他的个人的基本动作的展现，吸引到了两名防守者的注意之后呢，妙传给了史密斯。What a play！ 落边的 weak side 来不及协防哦 ，rotation 比较慢了一点。当然就给史密斯来一个原地的旱地拔葱灌篮。对，看到超哥都快跳起来了，鼓掌，真的鼓掌哦！通常廖本谦都是攻击篮筐的。哇，直升机又起飞了，台艺航空啊！哎，这个战术不错哦。台艺航空，所以稍微这个size手这个徐当奇 size 稍微小一点的啊，大概对到他这个直接开到篮下，其他接到球的几率都很高啊。当然，你守他一定要是看到球，你不看到球，随时他队友一调过来，他直线直接起跳，对，根本不用准备动作。有人说是弹簧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形容这个弹跳好的人叫会跳起来那种感觉像冲天炮，他就有冲天炮的感觉，直线的，对，然后弹速又很快，很快，非常快。徐唐奇其实是近几年弹速最快的，我可以保证。哦，对，真的很快，身体素质这边直线的起跳，直线哦，原地的哦，不是3步的哦，原地起跳，非常有力。曹哥，你这个年代，你在你眼中这个直线起跳速度最快的是谁？我们那个直线起跳，我们那时候其实春雄后面可以直线起来原地灌嘛，比较少。我们那时候大概都是高啊，对，我们那时候都是如果跳高，邱德志算很高啊，小飞人嘛。好，我们先脚送到史密斯手上。球硬挑战篮筐，篮板球没有要到，比较勉强一点哦。再到篮下，刚刚好，连续动作 ，and one。他其实在等他哈，他本来要传左边底线。夏焕宏也不错哈，今天也要到了4分啊！如果这球罚进就5分哦。对，今天的台艺大到目前真的是攻防比较稳定了。他是毕业于成功高中。回到弧顶，高位的掩护。inside out， 3分的空档有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手喽。正当分数要拉开啊，这个3分真的是及时雨。马上还原颜色，底角的3分弹。哇，相反是潘伟杰到现在还没有哦。我昨天还把他叫过来问一下，你真的只有175吗？潘伟杰啊，截至到目前为止，在得分上面呢还没有贡献，还没，所以落后的分数其实就是他的他的责任分。都已经达到南风南了，还没得分了啊！南风南，对，南风南没错，第2节的6分，南风不能到北风北的时候都还没得分。第2节南风南没得分了，第3节就是西风圈，没错，我们形容真的很专业啊。南风南，我是投其所好啊，超哥。5分钟过后就南风西，对，没错，你真的南风。5分钟之前是南风南，没错。超哥，我们要赶快把话题拉回来。我刚突然间不小心聊到你最有兴趣的话题了。南风南，
好，两罚罚进。我觉得有的时候球员必须，我觉得这是球员的一个技巧之一啦，就说你在场上手感不好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找回你的信心，或找到这个出手的感觉。其实想办法制造犯规，然后站上罚球线去抓手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没错，其实不要小看罚球，你一分一分对你的心理也是非常有帮助哦。球又回到莱达的手上，又要到了犯规。篮板球没有保护住啊，这就是呢，这个对手给你的惩罚。哇，现在的篮球真的好快，通常我们那个年代一交到了，赶快就运出来，再慢一点。这一球，他的队友都，我也没想到他会马上出手。没有，这打电动不小心按到出手的按键了，好快啊！而且前面内线很多健行的球员，现在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就是投进就是好球。没错，而且还制造犯规。好，第一罚先顺利的罚进。哇，第二节两边的犯规已经到了加罚状态哦。对，肢体碰撞比较多。好，两罚都进。郑维佑的两罚都命中哦，个人得分来到了5分啊，也是1年级花体的学生啊。开关打开，还没。超哥，你吓到我，真的吗？对，突然一下亏钱。截至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健行科大呢也是非常秀，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跑轰的团队啊，所以在3分的命中率呢，真的是要想办法再提升的高一点。提升啊，对。但其实现在团队的命中率并不低啊，并不低。目前11次的出手命中4球，其实有36%的，还可以接受，其实可以接受。哇，其实很棒啊，3×6团队了，已经非常不错了。好，第二罚也罚进去。曾慕轩今天也是首度得分哦，靠着罚球要到2分。好，变成了健行呢，也要把防守的范围拉到全场。不过这应该也只是假性的布阵了，就是吓你而已。吓你哦，看一下对方来不及反应。这个配合也很棒。所以我们看久了，在这种高位的 pick and roll，就说你这个传球的时间点非常重要。你看这个第一个时间点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徐唐吉就很好去做动作，很好去做判断。我今天做了一次给了周鸿祎，我有看到，但是速度大概是这个慢动作的格式。因为对方不知道我今天状况不好，他一直守我干嘛？我今天状况不好，赶快就像伟成刚刚讲，状况不好，赶快换个助攻。对，其实好多助攻给找到陈顺祥跟对顺祥今天得分超过50分呢，也写下了登峰造极明星赛的纪录。很难啊，这让宝次很不开心，因为听说宝次是上一个纪录的保持人。对，我刚刚有听说，对，破纪录的时候有听说。对。42-34，双方8分差。哇，高难度的出手，篮板球拨出来，利用脚步的变换节奏要到了得分。所以现在看起来，就说在健行这里啊，我们说后刘承勋跟徐宏伟的时代里面，就在点对点上面呢，其实找不太到突破口。所以为什么我大概可以理解到说，超哥为什么你刚刚会想说要先从史密斯的这个点开始打？因为在其他的1到4号位的点上面，不管是这种切入啊，或是2人小组、3人小组，好像都没有办法找到太好的这个突破口。好，场上是出现了 TV timeout， 目前双方44-34，健行科大有着10分的落后。
好，这场比赛呢来到了第2节，还有4分40秒。目前台艺大呢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呢朝着他们目标的冠军来前进。从开赛一路领先至今呢，那践行呢则是一直没有办法把他们这种反扑的气焰呢给完全燃烧起来，延续哈，都是比较零星啊。所以大概都维持在8到12分之间哦。反观是今天周宏伦的表现还蛮稳定的哦。可是犯规次数来到3次哦，个人得分现在已经拿下7分，如果这一罚再罚进，都拿下8分了。2发中1，好，掩护出来，有个空档，菲尼克斯弧顶的3分球 ，long rebound， 哇，又被捡到。瞬间塞到篮，哇！这个补防来得够及时，但最终还是让黄绍明给放进去。哦，太快收球哦，队友要来帮忙。难度好高哦，非常对，高难度的3分外线。今天拿下的9分都是以3分球为主啊，3个3分了。这是践行，虽然现在落后，但是这个团队恐怖的地方，今天他们就是投进了3分球啊，并没有太多的 wide open， 都是几乎要被对到位的情况下所投进的。又来了哦，对，又是一样，也是差不多快 close out， 差点就要盖到，还是被投进去。哇，我们刚才讲完说这个火苗烧不起来，但这2颗3分弹让现在双方的比分仅仅剩下5分差了，2个球权而已哦。践行科大这一次的比赛，当然有杨浩翔的犯规哈，跟陈伟宇2位都是主力选手。夏友杰再度进场，跟6号的蔡学庸。右侧一路打进去，进攻有一些勉强，但是在界外接到球，这是一个踩线的违例，不是犯规，而是踩线。我比较少看到黄尚明今天进攻企图心蛮强的哦。好，再来发一次端线球，换个边。还有14秒钟的时间。哇，这个传球！这算是比较意外的失误，而且这种失误呢，正在对方这个反扑火焰呢燃烧最凶猛的时刻出现失误。好，现在台艺大呢让肖焕宏上来，看看践行怎么样来再攻一波。今天是3分线，又是接球，哇！再一颗3分球 ，unstoppable！ 投到对方要喊暂停，哇！这个3分真的是在红馆的4楼下起了3分雨，44比46，原本都在2位数的分差，现在仅仅呢是砍了1颗0，剩下2分了。哇！王鼎钧的12分啊，都是来自于3分球啊，4个3分啊。这个状态真的让台艺不得不喊暂停。其实，在先前呢，这个1节多的比赛，我们看起来，其实台艺尤其在防守端上，
我认为是做的不错的，都其实有对到位了。对，但今天这个时刻里面呢，真的就是王鼎钧接替了潘伟杰的角色啊，在3分外线目前是7投5中，相当凶猛的3分外围火力。所有的得分呢，都是来自3分外围的攻势。15分呢，也已经瞬间呢变成场上得分最高的球员了。对，所以这种时刻呢，对于台艺大的打击当然是大，就是说他们防守事实上是没有做不对的地方，但都是被对方投进啊，也只能赶快喊一个暂停哦，来想办法稳定军心，并且阻止一下王鼎钧的气焰。对，现在不是只有对到位而已，现在。你对到位之后还要跳起来干扰哦，才有办法。现在的篮球真的是太快了，哇，已经5个3分球了，王鼎钧。当大家都还在这个用火种烧木炭的时刻，王鼎钧一个人拿了个喷枪进来，我来倒沙钢起来，哇，非常凶猛。和常仁老师这边在跟纪录台讨论的是，这待会要再来去了解一下。好，刚才应该是大表上面要去做一个调整了。那现在比赛再度的展开，2分35秒要结束上半场。好，再上来做 2 man game 高位的掩护，过掉第一线，菲尼克斯再杀进去，后垫步，中距离的出手力量大，篮板球碰到了台艺大的球员出界。进行科拉的球权，现在全场直接守王鼎钧哦。对，真的不能不信邪啊！确实有这个能力啊，又来喽。好，居中策应。机会不错啊，这个机会很好。史密斯跟曾慕轩可以做一个嗨漏哈。左侧小球给进来，遭到了曾慕轩的火锅封阻。啊，这应该是给了翻球的威力。啊，相当可惜啊，相当可惜。徐唐琪再度进场。菲尼克斯做一下体能的调整。好，过了半场，球被碰触界 ，shot clock 还有15秒钟，时间够充足。哇，这个是感觉有点像何仙姑的招式啊！没有办法，他不这样可能要被打到火锅。其实第一拍已经杀进去了，对，有机会要来反超比分吗 ？Yes， 夏有杰，哇，落后了整个半场啊！到了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刻，现在健行科大是1分反超。
这就是篮球奇妙的地方啊！当你的士气很低迷的时候，你就是怎么做怎么不对，真的不容易，因为潘伟杰才得2分哎，看其他的跳出来。对，这也是健行科大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球风恐怖的地方啊。那再拉回来，刚才跟超哥讨论，就现今的篮球，你真的十几分，真的说追上就追上，而且是这种1分钟以内的事情啊， 1分半差不多，对，很快。你下个不注意，一不回神，马上就连续2个3分就6分，就刚刚士气就会上来，而且对方的球员自己的心里也会觉得怎么办？对方怎么这么准？刚刚我明明有对到位，就像王鼎钧那几球，真的是5球最少有3球对到位，那都是高难度的，对，很难的。而且他要冒着风险下来都会踩到脚的危险，真的很可怕。而且有打过篮球的都知道，就是真的有人 close out 上来的时候，对你真的是出手的节奏跟你的身体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对，不简单。但也正因为这一波的这种3分的凶猛攻势啊，让球队落后一整场，现在反超1分。对，你可以看到这一场精彩度，两边都把2次的暂停都给用掉。对，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冠军战。当然，41.9秒，我们看一下健行科大会不会来一个2 for 1。好，看起来并没有要快速的进攻，打了一个半场的方法，想要送到史密斯的手上，这是团队的第3犯。夏焕宏个人的第2犯，有已经要加罚了，两边已经都加罚状态了，加罚状态，更正一下。所以这一次的暂停啊，可以看到健行的教练团就是要把球塞进去给史密斯哦。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史密斯已经没有拿到球了。因为史密斯的身高其实跟前一场比赛的波波卡差不多，但身形差很多，所以对于政大跟健行的这个外籍生常人来讲，其实波波卡要位对等于是对于外围的后卫跟锋线送进去的难易度啊，相对比较简单。对。所以讲直白一点，就是史密斯在卡位要位上面的功夫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较没有那么渴望哈。因为波波卡本来就是属于低位对单打 mismatch 帮 body contact 的这种哦。剩下10秒钟进攻时间。裁判哨声响的话，那应该是给健行。球权在健行的手上，那因为是加罚的话，应该是史密斯要来站上罚球线。台艺大在46分停了好久。对。史密斯今天先发上阵，在这个系列赛里面呢，他的罚球的命中率其实不算差。还有8.9秒。他今天罚球还没有失手过，相当好哦。来了8.9秒，魏翔探来喽！哇！真的是最后一刻的buzzer beater，用灌篮来了一个结尾。但这个单节里面呢，健行科大非常恐怖，单节攻下了33分，所以反倒呢在上半场结束51-48，取得3分的超前。
好，来到了中场数据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啊在上半场的一些数据呈现。在2分球的命中率啊，践行是不到40%，相较起台艺大的6成07啊，是低了不少。但是在3分外线的命中率上面，虽然双方只有相差7.1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出手的数量。健行科大17次的出手，命中了8记的3分球，而在3分球的这一项这个数据上面呢，台艺大仅仅攻下了6分。那在篮板球上面呢，健行科大有着4个篮板的领先，助攻的数量呢，双方也差1分。所以简言之，健行呢就是靠着他们恐怖的3分火力呢，在上半场由落后呢反倒取得领先。罚球的部分呢，两边的罚球都来到了2位数，台艺大呢是12罚8中67%，而健行这边呢15罚13中，把握度相当的高。那在其余的数量上面呢，其实双方都蛮接近的。那在主攻的部分呢，健行科大3-1，失误的部分呢，双方则是平起平坐。好，在第一节的时刻里面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台艺大呢在单节得分呢是27-18，所以回忆起呢首节的赛事呢，台艺大在攻防两端上面呢都做得不错，但进入到了第2节也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呢能够保有着领先，但最后呢真的是守到最后一刻，突然呢让这个健行科大的这个团队呢找到了3分外围的出手手感。在红馆呢，台北市立综合体育馆呢下起了3分雨，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呢，让这个健行科大现在呢是反倒能够取得分数的领先，这的确是不容易。不过接下来还有2节的比赛，这个战况会怎么样来发展？那这绝对呢，就是要恳请所有的观众朋友呢，要持续呢锁定我们为各位带来啊这个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的这个男子大专组的冠军战呢，最后下半场2节的赛事。
好，2025年的幸福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大专男子组的冠军战啊，场边呢也吸引到了，由于有健行科大呢杀进到了冠军战，所以毕业于健行的高景伟小高呢也来到了场边督军啊，也刚刚上厕所的时候有提醒他不要再乱挖鼻子喽，镜头会 Q 哦，你现在是明星了哦，是，对啊，要注意哦，搞不好观众都没看到你硬要 Q， 小高呢，我们小高其实非常配合的很好，对我们很有礼貌。刚刚在笑称呢，在督军啊，为什么？因为这场比赛柳梦竹教练呢，其实没有坐在教练席上，那甚至呢，连这个沈友杰教练呢也没在调度，现在是由另外一位助理教练呢佩岑来，哇，叫佩岑的应该都蛮正的。佩岑，但是我们这位助理教练姓林佩岑，对，佩岑。那来督军，所以我刚才也是这个私底下询问了一下，践行科大医院。我们再把故事重新来回顾，就说在分组赛的时候，他们一出场呢，就接连吞下了2连败，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哇，今年的践行怎么了？有可能在这一次的登峰造极，可能4强都打不进去。就最后呢，我也是这样想，对，就强搭末班车，最后一场大赢了菲律宾的大学啊，然后强搭末班车进入到了4强。然后这个刘梦竹总教练呢就想要乖亏，就说好，我带都输没关系，那就昨天又赢了政大，就交给你们，处理。结果现在落后了几乎整整2节的时间啊，到了第2节的尾声呢，哇，3分带的攻势带领下51-48，3分领先，现在进入到第3节的比赛。哇，这一场如果践行再赢的话，我看刘梦竹教练真的要好好考虑一下，到底是要坐在观众席还是对，是应该要这个交接班。没关系啊，他还是可以报名总教练嘛，没有规定，有没有？这我就不知道，规则有没有规定？总教练一定要坐在观众席？应该是还好，还是要坐了，哈。开玩笑，当然。徐堂吉很快2分又要到，比分来到1分差。哇，守到最后一刻，要到了徐堂奇的犯规。但由于第2节的，我觉得受伤症候群哦，就是说现在每个人的持球啊，都让台大的防守者呢是胆战心惊。沈永杰，打到他的屁股，最后出了界外，赔了夫人又折兵。哇！而且落地之后，好像他的脚跟似乎是有一些不太舒服。我看一下哈。潘伟杰可能再试一下哈，不行他也是会跟教练团讲。对，哇，这是进入到第3节4-0的攻势，现在又把领先的位置给要回来。王威翔这一球的角度也是相当小哈，对，现在要叫他翔哥啊。昨天真的威翔太猛，56秒连得8分。对，因为过去呢，我也是在台南工作了一阵子哦。刚才来自台南的这个遥远的讯息呢，说啊，这个威翔呢也是台南之光啊，在昨天。台南子弟兵吗？对，真的应该是吧，不然他不会传这个讯息这样给我。是他高中是光复的哈。哇，徐当奇真的完全用个人的体能啊，要到这2分。什么意思？他应该是要多打了。当然，他往里面的话，本土球员真的没有几个受得了的。真的。好，果然我们刚才说啊，这个潘伟杰的脚跟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啊，所以现在马上被教练换下去了，而且应该是要到场边去进行处理一下，脚看起来非常的疼痛啊。接传没有出手，这个卡位卡得够扎实。要么今天想要跟裁判老师要一个打手犯规哈。哇，台南之光又得分啦！
在快慢节奏真的掌握得很好哦。而且威强看起来的这个身材也蛮壮硕的，因为他的身高非常壮硕，是有在180公分以上。对，你看一下他的胸肌2头3头哦，都很有形状，已经都出来了。而且才2年级而已哦。大2吗？还大3？大3。对。大2我就先不看，大3我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因为有规定要打了3年才能选嘛。对，我懂，我知道。你有 get 到的。真的不错啊，真的。而且超哥，你是有他的经纪约还是？没有。我觉得这几个后卫，包括夏尔杰，我觉得都不错。快慢协调，你看看最后。哎呦，被超哥点名的人，威翔又在发威了。他昨天最后访问的时候还很客气耶。这都很难哎，快速进攻最后是用左手放，你要放的力道还要刚好。在现在的这个大专里面呢，他应该算是用，就是说在后卫的这个位置上面呢，他应该是比较在打体能啊，就是说他的身材、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对抗性跟速度、力量，他在后卫的对位上面呢，他是有优势存在的。可是我发现他比较不会靠身体，他是有这种节奏的变换变向这种。他如果要，当然在后卫里算比较壮硕哦。好，现在双方基本上场上喊出暂停。好，再进入到了第3节啊，台艺大呢又是打出了单节11-0的攻势，从3分的落后打到8分的领先，所以这2所学校啊都有这个自己的柴火烧得很旺盛的时刻，都只会有断电的时候只花了2分45秒而已啊。看践行怎么来止血。曾不轩中距离把一颗力量清了，自己也是摇摇头不然机会真的相当好。尤其曾不轩在松山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的中距离跳投真的是也是无人能挡，因为193、194这种跳投相当标准。哎呀，这个雷奥的出球发生了失误。哇，有球啊，史密斯！这个差一点又失误，被队友陷害。但现在践行呢，要想办法得分了。什么意思？外围 handle， 接着掩护 ，roll to basket， 球为什么第一时间不送啊？我认为这是践行孩子们的一个魔咒，就说太执于想要去做传切了。传切差一点点，裁判哨声没响就是好球。厉害哦，史密斯还会变速哦。好，不论如何啊，这一节的得分总算是开张了。进攻犯规，黄尚明这里。不是黄尚明，这应该是菲尼克斯啊。范志尧，那马上被换下去
马上叫10号的夏焕宏了。好，我们看一下哦，不是菲尼克斯了，范志尧。好，台艺大这边呢，进攻犯规之后呢，也选择喊一个暂停，不希望整体的气势呢，因为这一次的进攻犯规呢而受到影响。应该是潘伟杰哈，刚左脚的脚踝吗？对不对？我原本以为是脚跟啊，但因为它落下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我们就私底下的常讲的这种冰卡的、对，没有翻船啊，但可能是稍微有一些震到了，但不论如何，正在去做一些治疗了。应该先冰起来，我看到，真的很累啊，连续几天，尤其他都是30分以上。这不是30分钟而已啊，是得分呢也在30分以上啊。初赛也是30分以上。对，场均的得分。哇，所以现在感谢导播啊，现在把镜头给带过来，这些孩子们这几天比赛打下来，真的也是辛苦了。而且只有175公分，他打到2号位，真的算个子比较娇小。对，所以他需要更快、更准，才有办法找到这些出手的机会。是。好，待会暂停回来之后呢，球权会在进行科大的手中。好，小挡大，球就是给不到史密斯手上，好不容易给他了，已经3秒钟了，所以就是进行在他们的半场的 set up play 里面啊。我觉得就是机会出来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对，奥赛跟英赛的联系啊，对，这让我跟超哥看到有点那个，因为我们在打篮球，尤其禁区你出现第一时间你不给他的话，队友其实会受到影响，因为他到底要不要离开禁区？你又不离开禁区，他明明就觉得他当然舍不得离开，他离开之后又觉得很浪费，那再站太久，裁判老师又来个3秒。对，而且你第一时间不给的时候，其实就会有点卡住了。当然，防守就过来了。对，好，这时候进来了，对，终于找到了哦。刚刚很快的，其实菲尼克斯啊，在底角又来了一个3分啊。许长期要看要不要低位的单打哦。哇，他是有这个点上面是有些身材优势的。对，出手了。他比较喜欢这样子的模式啊。他的抛投是蛮有火候的，跟以前的这个也是跟我合作过的阿毛古毛维嘉有点像。阿毛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抛投啊，也是手感非常好。没错，古毛也是相当认真啊，古毛。对。不断的切传，球打得很有耐心，这球没有能够投进。机会是创造出来的哦，一直流动哦。在底线没有投篮，但这应该呢并不是他的这个攻击范围啊。局成者哈，没关系，还是制造到对方的犯规。局成者呢也是大4的学长，身高193公分。毕业于新北市的3重商工。所以这2波，为什么我跟超哥呢？我必须得讲，
这个我们两个还算是专业了。英雄所见略同，对，英雄所见。他有这么好，你真的要运用他，在里面。而且你 run 战术都已经让他 run 到这么靠近篮筐，对啊，你球送进去，其实这个得分的几率啊是蛮高的。即使他第一次投不进，我觉得他进攻篮板还是很有机会，因为你要塞进去，防守才会缩了哦。你不缩的话，你在外面你投到越远也没有用。对。哇，威翔真的是够威。王威翔个人得分也来到15分了哦，相当的稳定哦。第一节是后面上半场第2节才开始得分。大号的3分出手没进。哇，这个也是提前起飞，动作看起来有点让我紧张啊，很怕他坐飞机。但刚才提到威翔啊，我觉得除了他的节奏控制，我觉得他出球的时间点都抓得很好。就我们再看一个后卫，非常舒服了，我跟你讲。对，就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了。刚刚运球其实停了一下，我看到10号的夏焕宏过来，他还给了一个地板，他让他接得很舒服。对，因为他如果给平传，有很多高个子可能会走不为力。对，不会运球啊，瞬间因为平的嘛，太有地板球一个反应时间。对，而且对方也不容易抄到。好，真的被超哥说中了。哇，这就是进攻篮板了。对啊，这么好，3个手套，所以我们必须得说，这我们不是放马后炮，就是一开始球送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就说要送进去。那现在送进去，目前看起来最终的结果都不错，2次的得分，1次要到犯规啊。而且他罚球命中率很高。啊，真的，这是我们的转播魔咒，不能称赞，不能称赞，不能称赞。台语叫北波哎，北波。因为在你播他之前呢，罚球命中率是100%的。我知道，罚球对，还可以，现在有了8成了，8成有了。下球的第一时间就造成了夏友杰的犯规。那这是健行科大团队的第3犯。好，现在徐良吉上来跟菲尼克斯来做一个兑换。inside out， 徐良吉拆弹有碰到篮筐，篮板球在史密斯的手上。拉得很大哦，出手了，真出手，3分外线距，廖门谦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得分哦。王文祥自己开到右旗去换成左手，哇！让夏伟翔今天又快要攻破20分了。昨日的比赛呢，他是攻下了21分，而且刚刚是昨天21分，最后连得8分55秒。王文祥刚那一球让夏伟杰交了一些学费，从后半场想要顶，一直顶到就只有左手，想要吃回来没有，球出界。就是健行科大的球权，重新得到14秒的攻击机会。
对，要注意进攻时间哦，剩下8秒钟。这个出手有点太快、太勉强了，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误会了，他以为时间快到了，所以过于勉强的出手啊，当然也这个在不对的时间点上呢，当然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对。距离第3节结束还有37秒。10秒钟的时间，徐良奇等着队友上来掩护，走步为例走步了。下球下的比较慢一点哦。换个防守组的上来哦。增加最后一波。13号的李玉。陈碧峰教练下达了一个1对1的指令啊，最后的18.8秒。那当然台湾义大这边已经不行再犯规了哦。哇，这个小球给的够好，史密斯呢，在这个第3节啊，真的也扮演了追分的角色，但现在有人倒在地上，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夏友杰吗？踩到脚了。哇，应该是哈，夏友杰。哇，糟糕糟糕。哇，这一下一时半会起不了身，夏友杰。应该是右脚脚踝哈。哦，这看起来扭得不轻啊。好，各位，我们今天用双手挥手上的夏友杰，掌声加油打气一下好吗？好，我们一会儿来之后来看一下，这边起跳要给小球下来的时候，右脚呢踩到了防守者的脚跟呢、
徐唐琪的不是徐唐琪了，踩到了脚跟，然后让他等于是有些这个脚是有些这个内翻。啊，现在应该是要把这个 tape 给拆掉，所以这还是再一次的显现了这个贴布的重要性。当然，肯定要绑啊！再这么激烈，因为你每次，尤其现在球员的弹速跟弹性都非常好。但我自己本身以前过去比赛的时候，我都不太习惯绑脚，我都绑了会跑不太起来。有的时候会，我一开始其实有的时候会，可是还是要经过越来越激烈，是还是要保护自己啦，还是要保护自己。对，有些球员真的会像伟成这样，就是绑得不习惯。对，田磊也是这样哦，真的啊。而且田磊茄子都穿松松的短袜，更厉害，奇葩。对。好，最后一节了，现在哇，双方抢在一起，裁判老师给了 jumbo。7分差。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目前践行是落后的这一方，没错哦。两边的教练拢来乖亏啊。但台艺大在战况的发展上面呢，其实比践行再好一些。目前这场比赛开打之前的战绩是3胜1败，践行是2胜2败，而且是预赛一开始就吞了这2败。那这也开低走高，对，也有显现出有可能呢，就是2连败之后3连胜拿下冠军，也有可能发生。我的眼镜都跌破了，真的，我没骗你，我没有想到，我真还跟永杰聊天，我说你们真的有一点危险。哇，这个也算毁得够彻底。所以践行呢，应该是尝到了甜头啊，在第3节知道把球丢到史密斯的手上呢，是颇有好处。对。那这就是一个进攻的起始点，就是说我们在整场比赛的战术的策略上面了，就是说史密斯当这个点慢慢在造成杀伤力之后，对方一定得有反应。那当对方有反应的时候，其实外围射手的机会就来了。刚才被超哥一波啊，到现在罚球还是不灵光。其实我觉得史密斯这个点可以让健行教练好好的参考一下真的，因为他的 size 摆出来，当然没有波波卡宽呐，可是至少不是第一也是第2了啦。真的，他的弹跳能力这脚真的很有力，这就是单脚停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进攻，回防超快的，台艺大5个全部回来。对，好球！哎呀，可惜了。这一次是犯规。这就史密斯也相当可惜啊，他拿到球如果慢慢投的话，也是会2分。他自己也就觉得可惜了现在整个团队啦，罚球命中率有点让人担心，但是因为上半场整个前面3节啊，整个健行科大的团队的罚球命中率还是相当不错的，目前为止都还在7成以上的。第2罚有，回到6分差，对。台艺大这几波的攻击都有些勉强，有可能要付出代价。曾木轩，好，赶快把球给接回来。球送到底线，完全的 wide open， 一脚前一脚后，这个脚步啊，地板球杀进来了，没有问题，上篮达阵得分。
是裁判暂停吗？因为地板的湿滑嘛。很快真的很快。这球其实廖本谦没有把握住其实王鼎钧自己也可以出手，当然廖本谦是 open 啊 ，wide open， 当然要传给底角。哇，没想到在上篮得分之后马上被换下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换下来之后被拉正，得分之后下来被拉正的。我是认为小葛是为了他好，因为当然了，但因为在讲什么我们不知道，绝对，因为小葛其实怕他受伤，我觉得因为太嗨了。对，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他昨天是自己第2节就下去都没打。对。年轻人血气方刚哇，好，史密斯现在持续的在禁区肆虐。小葛做一个适时的提醒再让徐唐琪进场，因为刚刚那个其实教练昨天他是一个人空的时候，他也想要尝试灌篮，踩第2步的时候自己撇了一下，所以肌力够。我昨天就其实说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肌力太强，而且是自己扭了一下还好。自己投自己抢，变成中距离的出手有哇！现在比赛紧张了，5分差。对，王鼎钧好一阵子没有得分了。今天唯一的第1个field goal剩下5个都是来自于远投3分了。哇，防守强度相当好。对。哇，这基本动作也是相当的不错，但是现在呢？台艺大的得分是有点卡关了，伤口上面撒盐巴，3分外围的出手没进，这个篮板球倒在地上，又是一次的 jumbo， 哇，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抓到了防守篮板之后，没想到重心没有站稳，没有站好不过已经不错了潘成瑞峰。两边都有一位球员得分上20一边是徐唐琪，一边是史密斯。王鼎钧现在得分也在17分。那台艺大这边17分的也有王威翔。对，所以两边这个总得分的确是非常接近，5分差，还有7分19秒，都是一个抵消的状况哇，低位单打了，史密没有，菲尼克斯低位要不到。厉害，这个真的有止血的效果。这个2分对于台艺大来讲太重要了。其实史密斯也有跳去干扰了。mismatch， 空中拉了一杆没有。哇，前面已经有空档出现了，靠在防守者的身上，打得相当沉稳。关键时刻又还了一波4比0的攻势，让建行科大必须得喊出暂停。追到9分差喽，所以建行科大下半场的第2次暂停给用掉，时间还有6分40秒。好，正当了建行科大亦步亦趋的把分数慢慢逼近，但台艺大呢又有人跳了出来，那连拿了4分之后又把分数放在一个相对我觉得在球员的信心值上面比较安全的位置。
因为被追到这种一波两波的球权的分差的时候，其实球员会有一些紧张的。心里会不一样哦。对。剩下最后6分30秒，决定在今年的登峰造极大专男子组谁能拿下冠军。底线面对到 double team， 分出来，跨2步踩进去，被篮筐盖了一个小火锅。已经逼到了这个对方啊，都已经到了后场了，但最后还是赔上犯规。这是廖本谦的个人第4犯，团队的第1犯。要相当注意哦，个人的第4犯哦。廖本谦也是今天球队的得分的要角之一啊，他是得分第3高，也是唯3啊。当中能够得分来到2位数的球员，他目前空下13分。对他们3个已经拿下了51分哦。黄鼎钧、史密斯和廖本谦。高难度的3分出手，完全没有碰到篮筐。希望史密斯直接来要位，没有打得太复杂。inside out， 旱地拔葱的弧顶3分球没进。王维祥眼睛一直看着徐唐琪，要到犯规弹了2下没进。他很敢给啊，因为他知道徐唐琪有这个能力哦。其实在还没有运过半场的时候，2个人就已经在互抛媚眼。所以你守到徐唐琪的，其实你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他真的再高的球，他其实都接得进。所以这基本上在他还没有起跳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跟他身体碰撞。没错，没有让他起跳的空间呢。身体碰撞其实是合理的哦，因为篮球比赛本来就可以身体碰撞。对，不是跳起来之后身体碰撞，是在他跳之前，你大概就要卡位，他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好的空间可以垫步，可以起跳哈。你在大家跳在空中的话，你要本土球员对到徐唐琪应该很辛苦。对，还进场过场。好，有重罚1次的机会。那这重罚1次还是没罚进。不过现在台艺大呢，77-67，10分的领先。陈木轩的3分球打在篮筐的前缘，史密斯，哇哦！真的在禁区，他就是一枝独秀啊。这个进攻篮板外带2分，而且是净算加罚。只手遮天啊！对，所以也造成了现在潘陈瑞峰的5犯哦，第1位领到毕业证书的球员。潘陈瑞峰也是相当的辛苦哦，在下面一直顶啊，做足了苦工啊。对，他也是大3的选手。毕业于松山高中。换了一位选手哈，18号。黄尚明，目前这个组合啊，除了后卫之外，其实这个身高蛮平均的。对，也就是说，这样子的高度呢，尤其在这个4-5号位、3-5号、4-5号，就说在对位上面呢，事实上是可以进行 O switch。对，因为这几名的这个身形都差不多，对，然后机动性也差不多。美国半场，第1位来了，菲利克斯，好球啊！这我相信呢，这个 play 呢是台艺大专门设计好的。
专门啊，对，他底位要不到的话，上罚球线弧顶中会再帮他做一个 down screen。对，重点是把史密斯给调到了油漆区外，然后其余的点对点的身高优势呢，就可以在禁区呢造成伤害。嗯。好，这个加罚还顺利的罚进，还是维持的10分差哈。接球直接找篮筐，篮板球往外拨，结果拨到徐唐奇的手上。好，赶快把球给接回来，王维翔。许军在防守他，第一步过进去 ，inside out 3分，外围的出手弹一下，弹2下没有，差一点了，黄尚明。哇，这几次切进去的攻击啊，都有一点勉强。嗯，王鼎钧，哇，徐唐吉竟然慢下来哦。对，好球，黄尚明。重心偏掉了哦。对。好，重新布阵一下，把空间制造开来。史密斯上来做掩护。好。哇，没有出手，时间已经不够了，要自己拆弹了。24秒的进攻为例。所以刚刚其实可以提到哈，建宁科大伤了2位后场的选手哈，包括夏友杰跟潘维杰，不然他们2个在场上的话，处理球的细腻度和流畅性应该会稍微好一点。对，搭配王鼎钧还有廖本谦，又来了，有没有看到？又来，对到低位换另外一边，没有的话上来帮他做一个罚球线挡人啊。哇，就不断的在挑逗着史密斯，最后都是用左手的 finish 哦，可见菲尼克斯左手就练得不错。这场球已经有2、3次的左手，赶紧3分了，来补血一下。哇，暂停啊！蔡徐荣这3分很重要。对。正当台艺大觉得问啊，马上不到大概6秒钟的时间啊，球一过半场来到了 corner 就还了一颗3分球。两边现在都剩下了1次暂停而已哦，距离本场比赛结束时间还有2分51秒。台湾艺术大学现在暂时以82比73领先了健行科大。时间其实相当足够了，就说如果真的9分的差距，2分51秒，那台艺大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对。就算双方的总教练都没有在第一线来调度，但我觉得就是针对到双方的助理教练，我觉得反应上呢也都还蛮快的。健行也了解，就说要追分啊，不能让对方这么这个慢慢的就是这么轻松的就开始执行他们的半场进攻。当然。所以开始假性的一些压迫，一过半场之后，开始身体对位。哇！被吹进攻犯规，没错，这个是钟宏伦的成功防守。
本间，洪伦，球应该要塞进去了，没有，哇！但是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的要不得啊！对于台艺大来说，黄尚明，对，看一下慢动作，这同样也是经验，就是这个角度过去，其实对方真的已经没有任何的进攻空间了。当然，你就跟着就好了。没有角度哦，真的没有角度，尤其他就是离心力往将，你要进碰到篮筐都很难。因为这个我跟超哥就很懂，我要跟观众朋友解释，因为我们体力比较不好，我们知道挡到人家之后，我们就不要再用力了。没错没错，对，因为我们体力好的时候，我们也想盖火锅啊，但是现在体力不好打比赛，知道这个他一定不会进，我们就后面就不跟了。当然，就赶快回头抢篮板。对。哇，比分又来到7分差而已喽，2罚都进哦。对，82-75，三波的球权，好，往外给，没有选择出手，假动作，打得很有耐心，裁判没有响哨，史密斯拿到了这一颗球。大家都太客气，哇，走步，哇走哦，哇技术犯规，哇被应该是徐唐奇被吹了技术犯规。回防的之间 transition 转换之间，应该有跟裁判做了一些问候。对啊，在 argue 啦，因为前面其实对方他在切入突破的时候，他认为对方应该是有犯规啊。那这又是蛮关键的时刻，我们来看这边的犯规之后，在回防的过程当中，哇，这个时候眼神一直在找裁判，哇，他一直说犯规，对。哇，其实超哥这个读唇语的能力也蛮强的哦，中英文都通啊。曾经有想要去学，可是毕竟镜头我太高了，镜头不好带。你不要看我这样子哦。超哥跟你搭档真厉害，什么球都能接。真不愧是射手，什么球丢给你都可以出手。就是要投啊。对。哎呦，这一个球拨出界外，还好。Shot clock 还有10秒钟的时间，比赛的时间还有1分46秒。但这一波的攻击对于践行非常重要。对，哪怕是拿1、2分都好。赶快接回来！哎呦，这个给球给的也是漫不经心。这个失误有可能要送掉这一场比赛啊。好可惜哦，相当可惜。本来本来践行科大有进攻的机会，现在失误之后，尤其你在弧顶被王威翔抄到之后，看一下，快手，这种就叫预判性的传球啊。那当然，史密斯也比较松懈啊，这样给球，你身体没有挡到威翔啊。这个失误也付出了代价。王威翔先罚进了第1球，相当稳定哦。王威翔的表现，不管是进攻端、防守端哦，节奏的掌控。美波威又来了，来到7分差。史密斯赶快的抛投，球 in and out。但还是溅起了球权，一样啊，这一波还是要有得分，最起码就说，就算罚球拿个1分啊，是2波的球权都还有机会。这比赛是没办法挑战哦。大转身，想要给小球，史密斯被盖火锅，非常关键的火锅封阻。应该是要慢下来了，没错哦。稍微抽一下麻将，发扬国粹的时刻。现在就北风北了，现在就北风北。这个时刻啊，自摸千万不能掉下来啊！哇，剩3秒钟啊，王威翔没有注意到。还来得及，3分外线 ，It's over！ 好，超哥，我看到了。准备好了没？我要是你，我真的会，等一下先了解他，你的血型啊，兴趣是什么？超哥，这是公开直播。
哇，这一球，你看他带走比赛 ，It's over，Good night。哇，这今天不访问他都不行了。连续2天，昨天也是最后威翔泰。对。这威翔泰有点不太顺口。没错，当然 one time 就好了。one time 就一次 ，one time 谐音，他姓王嘛，刚好。对对对 ，one time， 对不对？是比较顺一点。待会我问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好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这个 Miller Time 嘛。对 ，Miller Time。对啊。但49.7秒差10分，大概就没得追了啦。这真的是要有 Tracy McGrady。对，再加威翔。哇，真的是有着大将之风啊！很稳定啊，非常稳定，真的。进攻、防守端身材的，不管判断、节奏，真的是。哇，应该是要快速进攻哦，不然可以哦，要到2分，那我们进。陈炳峰教练其实对这应该很不满哦，花太短的时间啊，让对方要到2分。是，两边的3次暂停都用光了。两边都交代的相当仔细哦，两边教练团、裁判这边一直吹啊，都没有出来。台艺大选择一个后场球，好，在不断的倒传，哇，要包夹哦，近期包夹，哇，超到了，失误了，史密斯找到了这一球，是不是还有一线生机？要赶快出手了，大号的3分外线转了一圈，史密斯的篮板选择再运出来。可以，没问题。哇，真的投进了5分，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真的哦。还有5分，5分差14.2秒，这边就是不能失误。2个球权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比赛结束了。嗯。好。在2025年新复发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锦标赛大专男子组，最终夺冠的是台湾艺术大学86-81，击败了非常难缠的健行科大。哇，在最后呢，他们在今年的赛季呢，是以4胜1败的成绩呢，抱走了最终的冠军。那这也让过往呢，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冠军的这个。常胜军包括到正大以及健行啊，今年呢在登峰造极的赛事里面呢都没有能够拿下冠军。对，要恭喜台湾艺术大学。那今天的这个球队的功臣啊，真的是非常多，但就关键的时刻呢，整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这个2分球的命中率。
相差非常多，但践行呢3分还是大量的出手，一共31次的出手，3成55的命中率，但还不足以帮助他们赢球。那在篮板赢了5个，助攻输了1个。其实最主要啊，这场比赛大概就是2分跟3分之间的对决。没错哦。那可能在数据上，就说抢投3分了，就是大量的3分出手，真的也蛮要求命中率的。尽管3成5了，还是赢不了比赛。那在其余的数据上面呢？今天台艺大在防守端上呢，也是将士用命，然后几名选手呢都是几乎要在饭满毕业的情况底下呢，最终呢守住了胜果。马上场上呢要来先进行颁奖典礼。对，在这一次的亚军呢，就是践行科技大学。在刘梦竹总教练啊，这个想要乖亏啊，不想坐在场边拐气的情况下，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这种谷底反弹，上演这种所谓的这个老八传奇啊，一步之遥，最后仅仅5分差饮恨。请颁发亚军后，践行科大。好，来我们看向前面这边，3、2、1。3、2、1，好，谢谢。那也真是恭喜践行科大获得是我们的亚军，接着颁发是冠军，掌声恭喜台湾艺术大学2队。好，马上要来到场上，这就是今年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大专男子组的冠军——台湾艺术大学。对，进入到新赛季之前呢，在一个杯赛里面能够拿下冠军，其实超哥过去呢，不管是高中还是大专，都有非常多年的带队经验。对，如果能够在这种备战的时刻拿到一个，其实这个杯赛的强度也是强的。那能够在这样子的强度的比赛当中拿下冠军，你觉得对于新赛季的这个台湾艺术大学来讲，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想这个是有显性跟隐性哈。那当然，对球员的心理，他们可能以为一看到以前一碰到践行跟真的完了少输为赢。现在不是哦，人家碰到你台湾艺术大学，可能也会把你当作是一个假想敌。因为现在菲尼克斯包括成熟，包括我们看到王威翔，还有徐唐琪，如果你身体健康，这三个都有得分，这3个今天拿下的分数是63分啊。王威翔、徐唐琪跟菲尼克斯，当然还有黄尚明的绿叶的苦功。那其实几个底地后卫还有夏焕宏都是相当的称职。那当然，如果再多1、2个，包括李玉啊、范志尧这些回来的话，张韶安包括张韶安、查理都是可用之兵啊。我想，首先当然要先恭喜台湾艺术大学哈。所以在新的赛季啊，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台湾艺术大学哈。可以有新的不错哇，也发了冠军 T 啊！今天王威翔绝对是球队的 MVP 啦，或许也可以说是这个赛季的 MVP。这场比赛呢，他又拿下了将近要大3元的数据，23分、9助攻、8篮板。那他也是本场比赛呢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对，相当不容易哦。靠的有几次真的是。践行科大已经守到很好，最后没有办法，他靠着一己之力，尤其刚刚那球弧顶 step back 的3分了哦。对，超哥你怎么看？在今年 UBA 的新赛季里面，过往是2强鼎立啊，那今年你觉得会是几强相争的感觉呢？在这次的登峰造极赛事结束后，我觉得当然政大跟践行还是很强。那包括看到我这次比赛看到黎明，还有台艺大，当然还有虎尾科大。虎尾，我觉得都是4强有机会的哈。那所以可是你也不要小看台湾师大，台湾师大的快打旋风，死亡无小，因为包括李炳宏教练以前打法就是这样，他们是以快攻一直转换，5个都可以投3分的。哇，超哥，其实大部分8强的学校都快被你讲完了，所以这也代表说今年真的是一个战国时期。对，没错。好哇，大家非常开心啊，真的。也让我们感受到呢，就是台艺大在这几天连续的作战下来，真的得到了一个非常甜美的果实。这种
这种时刻呢，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什么都不累了。肯定的。刚刚我还少讲了一支，我们两个的母校国体哦，我们商霸也是不容小觑啊。对对对。好，那赛后我们也请到王威翔啊。今天王威翔好像不访问他都不行了。你等一下，我还要问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哦。对对对对，是王泰还是什么泰啊？王泰。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现在就为你访问到我们心目中好像现场没选了，但你绝对是我们心目中的 MVP 王威翔。今天你攻下了23分、9助攻，还有8个篮板，所以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帮助球队拿到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男子组大专男组的冠军，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目前的这个感想？我觉得现在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毕竟就是我们台艺大已经很久没有打这么高张力的冠军赛，是，所以我在开赛前我特别就是集结大家就是一起讲话，因为我知道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打过冠军赛嘛，然后我想把这样的大场面的经验分享给他们，因为有些人是第一次打这种冠军赛，然后高强度的比赛，所以难免会紧张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学长一定会跳出来先扛住。你们上去学弟或是替补球员，你们上去就发挥你们该做的事就好，不用去担心这样。那今天你的这2天的表现呢，其实让我们的球评超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年你也已经是大3的球员了，所以在面对到新的赛季，你已经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在你的心中，你觉得新赛季即将来临，你自己觉得还有什么样需要调整或者是改善进步的地方吗？我觉得，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伤兵没有回来，我觉得。因为到联赛可能还有1到2个月的时间左右，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再去磨合得更好，包括后面的替补球员可以多帮助我们先发球员争取一点休息的时间，这样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刚刚讲的是团队的部分，那在个人呢，就说你自己面对新赛季，你觉得你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可以更帮助到球队？我觉得我的串联能力可以再更好一点，就是能够让每个球员都发挥到最好，然后到最后关键的时候，我再跳出来这个地方。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放轻松一点，因为这几天呢，你都是球队获胜的功臣。昨天呢，这个大家帮你设定了一个叫这个微香 time， 但我觉得有点太绕口。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我的英文名字是 William time， 这个就比较顺了。好了，那以后我们就希望在新的 UBA 的赛季当中呢，可以再次的看到呢你在场上展现属于你的 William time。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我们到这边也要告个段落，是不是跟着我们镜头，我们一起跟所有的观众来说拜拜呢？1、2、3，拜拜。
喜欢你，看不惯又看不掉我，现在换我想你啊！什么时候放我上场？无法施舍是我想要，我有权利，没人能挡，奋力一搏，不再当个窝囊，不会懈怠，当非该 until I die。Make it shine, everybody be my side, hands up, right on my side. Do some real grime shit.